大家好，欢迎来到泛神论，我是范永鹏。今天我来跟大家系统的聊一聊西方的概念体系。大家往往可能会遇到一个困惑，我们中国从革命、建设到改革到发展，今天已经取得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功。这充分证明了我们的理论、道路、文化是对的，是进步的。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的理论和道路却没有得到恰当的表达。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中国都长期面临着话语的赤字。大家想一想，过去西方意识形态和政治知识像潮水一样灌入中国社会，不仅是在一般的社会舆论和网络空间里，这个西方价值观肆意激荡，侵蚀着我们的政治观念、社会道德和文化自信，而且在我们党内体制内，特别是教育、学术和新闻等系统内，也有不少人失去了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文化的基本信心，产生了不少明暗两套信念的两面人，也产生了一些对错误思想和行为不敢、不愿斗争的开明绅士，还有一些以形式化来消解党中央精神的政治正确派，还有像在国内讲一套、出国讲一套的这种双系统学者，乃至于还有一些明目张胆反对主流理论的推强派、日记体。包括历史虚无主义、修正史观等等这些公知大 V。人类天生喜欢认为自己和自己的群体是优越的，喜欢相信自己的群体更加高贵，这是人之常情。那么事出非常必有妖，有一部分中国人产生这种自虐式的逆向民族主义，必然有深刻的根源，背后有很多原因。比如近代以来，我们遭受这种3000年未有之变局，让一部分中国人失去了长期的这种孤芳自赏心态。然后前30年，我们的一些错误和教训也给一些人留下了切身的伤害和痛苦记忆。然后还有就是受到80年代自由化影响的一代人，在今天各个领域呢，正好也是精英骨干。还有就是长期片面强调经济建设，虽然让我们取得了发展的佳绩，却无异于卸下了盔甲，松掉了政治这根弦，导致很多人对西方的价值观、对西方的价值公式不设防。还有就是加入 WTO 之后，我们社会上有一种全面接轨的氛围，让我们的学术、文化和传播界也天真的对世界敞开胸怀。当然呢，这个西方政治组织、国内的第5纵队以及境外的一些反共反华的势力，他们也从来没有放弃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这个尝试。对于一般党员干部和广大善良而单纯的群众来讲，去判断各种文化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倾向是十分困难的，更不用讲去进行分析批判了。这种话语赤字呢，我个人认为主要的责任应当归咎于中国的理论学术和文化界，就是我们这些人未能或者不愿意担当起知识话语建构的责任。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放任甚至主动的去推动西方话语在中国的传播。这个西方话语体系啊，毫无疑问是非常成功的。所以我们建立中国话语，首先要推翻西方的话语体系，那么就要求我们要系统的解构西方的核心概念体系。概念是什么呢？概念它从功能上讲啊，是理论和日常话语之间的一个连接点，是沟通理论和常识的桥梁。任何一个理论体系，它都是始于一个或者一些基本概念。理论本身就是对这个现实的一个概念化的解释，所以在形式上，它必然表现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打个比方，比如像民主化理论，我们都很熟悉，它其实就体现为竞争性选举和经济发展和稳定和人权和法治等等一系列概念之间的关系。同时呢，概念又是我们日常对话的一个基础。比如我们老百姓日常在谈论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摆脱国家、民主、自由、法治之类的这些基本概念。理论本身往往过于复杂，我们普通人很难去深入的追究这些理论，并且运用在日常对话里。那么只有那些教条化的、庸俗化的版本，它可以渗入到日常的生活，而这些教条化、庸俗化的理论表达，就更离不开一些非常简洁的概念。因而呢，概念对意识形态理论和日常话语都是非常关键的要素。要解构西方的意识形态概念体系，首先我们要区分不同的概念类别，然后有针对性的来加以应对。我今天呢跟大家大体上做一个分类，
我认为概念有很多类型，我今天主要把西方的概念呢分成4类。前3类是西方话语里边经常使用的一些概念。第一是西方话语自身的核心性基础概念，这些概念有很多，比如像我们熟知的自由、法治、宪政，包括像程序正义、产权、契约、个人主义、公民社会、三权分立、权力制衡、政治多元主义等等等等。自由是西方意识形态最为核心的一个概念，最底层的一个概念。其他很多概念都是从自由推演而来的，然后形成了一个概念体系，支撑了西方价值观的底层逻辑。第二是西方意识形态炮制出来专门用来攻击和解构别人的概念，比如像极权主义、威权主义、转型国家、转型经济、东方专制主义、文明冲突、历史终结等等这些概念。这些概念呢，大多数产生于冷战和冷战后的意识形态斗争过程中，它本身就已经嵌入了对别国的妖魔化。第三是被西方话语偷换和扭曲之后为己所用的概念。这类概念原来有些它不属于西方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甚至有些曾经是具有反西方、反资本主义色彩的，一度被西方价值观避之唯恐不及。但是在被西方偷换、扭曲甚至再造之后，逐渐的为西方所用，和西方的意识形态形成了表面上的逻辑一致。这些概念包括比如像平等、民主、文明、进步等等。这3类概念呢，通常会搭配使用，给人类语言带来了极大的观念混乱。还有第4类是西方话语不用的，也就是说他们力图掩盖的这样一些概念。所以有时候我们去看一套话语啊，它使用哪些概念和它不喜欢使用哪些概念是同样重要的。那些被刻意回避的概念本身往往也能传递出重要的信号，包括像国家、规模、阶级、主权、共同体、秩序等等。西方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历史的真相。正如朱云汉教授所说，他说西方学者对他们自身的历史的诠释是选择性，甚至是有意漂白的。为了回避丑陋不堪的历史真相，西方思想界通常采用的一个办法就是构建抽象的纯粹的概念，以之作为其逻辑演绎的一个基点。这样做可以违背一切历史的事实，而凭空构建逻辑和理论。因而我们要解构西方概念，至少在第一步，我们要采取以具体对抽象、以历史对逻辑的方法，通过重构历史叙事来颠覆西方思想的正义性和进步神话。当然长期而言呢，我们要建立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概念体系和知识体系，我们也需要进行抽象概念和纯粹理论的建构。那么在这个概念的问题上，有一些人一向认为我们不必去挑战西方的话语或者概念，他们认为西方的概念是数百年意识形态建构的结晶，可以直接拿来为我所用，甚至可以事半功倍，不必另起炉灶。但是我个人是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概念是逻辑的起点，是理论的支点。只要你不去颠覆它的概念体系，你就很难真正揭露它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的虚假性。也就是说，用别人的锅是不可能炒好我们的菜的。借用当年美国一位西马学者普兰查斯，他和这个米利邦德辩论的时候说的一句话，他说：因为观念和概念绝不是无害的，用对手的思想来回击它，将会使它们合法化，允许它继续存在。因而我希望我们要系统性的挑战和解构西方的概念体系，坚持用我们自己的锅来炒我们的菜。另外还有人担心我们对外讲中国故事，或者去颠覆西方的这种话语概念，会不会刺激到西方，会不会产生所谓的新冷战。这种担心呢，我也认为实属不必。过去40年我们一心一意谋发展，不争论，不搞价值观外交，我们真心实意的搞人文外交，搞文化交流，我们真诚地讲互利共赢，努力地为自己争取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但是你看一看西方，从来没有放松过一天的价值输出，从来没有放弃一切借口在国际上抹黑扭曲中国形象，利用一切机会煽动中国国内的不稳定因素，使用各种资源试图对我们进行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其实树欲静而风不止，不管你中国多么低调，也没有办法避免西方的攻击。因为事实上中国的崛起已经改变了世界力量格局，威胁到西方金融资本对世界的统治，这是西方不可能接受的。我们继续保持不发声不战斗的姿态，想闷声发大财已经不可能了。我们所付出的声誉代价和实际损失都已经比过去要大很多。这个国际关系啊，有时候既取决于现实力量的对比，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别人的认知。过去40年我们低调不争论是对的，
符合我们当时的战略需求和力量对比。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中美国力竞争和世界影响力竞争白热化的时期，中国已经到了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关头。这个时候不亮剑，不仅会事倍功半，还会让世界各国产生疑虑，带来额外的声誉成本。所以权衡利弊，中国今天应该理直气壮地建构和传播中国的政治学知识体系，这离不开中国核心概念体系的建构。我认为这项工作应该从系统的颠覆解构西方的概念体系开始。谢谢大家。